游行有什么用啊？人都走了，该走的、不该走的都走了。检察长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事儿都怪我呀，都怪我。我怎么想起来给10岁的小孙子过生日呢？我怎么想起来就叫他上大富豪去唱歌呢？大富豪一个包间就200块钱，一瓶可乐就15块钱呢，谁能去得起呀？我那小孙子闹了好几次，他爹妈都没同意，他们是舍不得花这个钱呢。我这个老不死的也不知道我这是中了什么邪了。老人家，哎呦，我这是就在5月13号那天，我给了他500块钱，没想到啊，这500块钱是送他们上地狱的门票啊！老人家，哎呦，我怎么不死？老人家，老人家别伤心，老人家，怎么回事啊？唐书记，我心里已经有准备了。我是市长，是第一责任人，让省委和组织部门给我处分吧。真是的，我们算是倒了邪霉了。你这个市委书记刚上任1年多，我这个市长才干了多长时间？这头上这带子刚刚给去掉，就碰上了这塌天的事情。他王长工、陈汉杰倒一个个溜了。永强啊，今天呢，我可要严肃地给你提个醒。这个时候千万要注意端正自己的态度。我们在这个城市担任主要领导工作，不管时间长还是时间短，都应该负这个责任。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了这么大的损失，别说给你个处分，就是撤了你的职，你有什么可抱怨的？多做检讨，主动承担责任，千万不要把责任往上届领导班子和任何一个领导同志的头上推，这是我们这届领导班子应该有的正确态度。另外，工作还得做，还不能放松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千万别发牢骚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越得经得住考验。我明白，我明白了，唐书记，您批评我，就是在指点我，我懂。你放心，永强，事实毕竟是事实，有些问题我们不讲，别人会讲，啊。你看，陈汉杰现在不是出来说话了？还有那些黑心烂肺的人，说什么？你说烧死的人都是些大富豪，烧死活该。你说，像我儿子和儿媳妇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到1000块钱，平时1分钱恨不得掰成2半花，这算什么大富豪啊？你说怎么这样啊？你
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怎么回事儿？老人家，姐姐，如果说是故意放火的话，这个扎铁柱就是十恶不赦的混蛋，实在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但退一步说，就算他是违章作业、大意失火，可他一手造成了这么重大的责任事故，这个扎铁柱也该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。扎铁柱过去的光荣历史，在这种极其严重的后果面前，是不值一提的。老人家，请你相信我，相信我们检察院。唐书记，这些情况在国外呢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火灾发生以后，国内不少同志都打电话给我了，谈情况啊，说动向什么的，也都提到了陈汉杰跟王长工的不同态度。刚才在来这儿的路上，办公厅的同志也跟我说了，看样子这两个老搭档又要为这场火较一较真儿了。是啊，陈汉杰现在是死抓着渎职的问题不放。5月13日，火灾现场就盯上了，逢会必讲，态度激烈。今天啊，他知道我住院了，还专门派人给我送来了匿名信。哎呀，让我们尽快的研究，对城建主任周秀丽做出审查。我还听说，陈汉杰已经把这封信转给叶子京了。唐书记，据常山的干部反映啊，陈汉杰跟叶子京的关系不一般呢。嗨，就事论事。小孙啊，哎，去把那封信拿来给小林市长看看。好的。你先看看信。好吧。哎呀，这齐老太太的儿子媳妇死得太惨了，这肇事者不管是放火还是失火，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扎铁柱周培成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那前提也得看事实证明是放火还是失火。唐书记，我看这可是一颗政治炸弹。是啊，长工同志对他和陈汉杰的关系非常的敏感，在常山调查事故原因期间，多次和我谈起当年他和陈汉杰搭班子的时候闹出的一些不愉快，提醒我要保持头脑的冷静。长工同志的意思我明白，他是怕陈汉杰意气用事，在这种时候打内战，最后闹得大家不好收场。长工同志还跟我透露说，顾全安定团结的大局，保持常山干部队伍的稳定，这是裴军书记和省委领导集体的意思。唐书记，这样啊，我们就好办了。我们绝不能参加任何内战。如果王长工跟陈汉杰打了起来，我们就来一个就地卧倒。什么就地卧倒？我们可以不讲原则吗？啊？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，陈汉杰追的不是没有道理。这次火灾暴露出来的渎职问题的确非常严重。这次周秀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起码是领导责任了。哎，我说，您可千万别犯糊涂啊！周秀丽什么人物啊？她可是常山4大名单里的花旦之一啊！她跟王长工的关系那是不清不楚的。不就是传言吗？未必就是真的呀。长工同志今天要回省城，一块儿去送送吧。那好吧，走，边走边谈。好。喂，子京吗？啊，又是您呐？什么又是我？怎么对我这个老头子不耐烦了？老书记啊，您指示吧，您指示吧。我没那么多的指示，
我跟你通报一个情况啊，对周秀丽的那封揭发信啊，朝阳同志在病床上都已经看了，他挺重视，所以我建议你们立即向市委汇报一下，要求对周秀丽的受贿渎职进行全面的调查。好，谢谢您啊，老书记。我看陈汉杰他老人家心态不是太正常，一看王长工上去了，他没上去，就什么都不顾。可我们得顾，这种时候这么闹下去，并不利于我们这届新班子的工作。唐书记，您是不是也这么想？你别管我怎么想，就说你的看法吧。唐书记，您想不想听我说点心里话？哎，一个班子的正副班长嘛，当然得说心里话。喂，国庆啊，你过来一下。这种时候必须要保护干部，如果不保护干部，您这个市委书记和我这个市长还怎么干下去？当然了，对陈汉杰这边呢，咱们也不能跟他硬顶，哎，让他去好了，不理他不就是了？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告诉他，我们是根据组织原则，按长工同志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办。哎，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呢，请他到省委直接去反映，甚至可以去告王省长，这都是他的权利。但是永强啊，我们也得想一想，万一有些干部真的腐败了，怎么办？陈汉杰同志这么做，也许不是意气用事，也许他手上真的有什么重要材料，而且这个案子第一线上是子京同志，有很多情况可能不会以长工同志或者我们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。长工同志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有些担心。办公厅赵主任说，唐书记和林市长的车已经出来了。哎，这个唐朝阳干嘛这么客气？王省长，唐书记可不是客气啊，他是真心感谢您。再说林市长从美国回来了，也得向您做个汇报。您不在常山见，总得在省城见吧？哎呀，不行的话，就把这件事直接捅到长工同志那儿算了。把这事直接捅给王长工同志？啊？哎，唐书记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为什么不啊？长工同志是省委常委，又是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的组长，对周秀丽的情况当然可以向他汇报了。先生请。啊，谢谢。永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会不会给长工同志出难题啊？这是我们出的难题吗？这是他陈汉杰出的难题。这样的话，陈汉杰同志会怎么想？唐书记，现在不能考虑陈汉杰怎么想，得考虑王长工怎么想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我说唐书记，你怎么还没明白呀？我们头上的乌纱帽是王长工手上啊。如果长工同志不同意查，我们还能报揽下来吗？我得提醒你，如果周秀丽收受了苏阿福的贿赂，批了那片门面房，这你清楚，那是渎职，那是严重的犯罪。唐书记，所以我敢坦率地说，长工同志他也不会包下来。有道理。这也证明了我们按照原则办事。Yes 。查周秀丽？是的，有线索就要查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叶姐啊，我记得这周秀丽可是你的小学妹啊。所以说我才让你组织人去查，一定要把事情查清楚。有线索查案件，这本身没什么可说的。可是，叶姐啊，上一次王晓峰的事儿，现在余波未平呢。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案子，现在我们检察院一介入，
就成了敏感问题了。哎，人大对一府两院可是有监督权力的呀。再说王晓峰事件背后，可能还有名堂。哎，叶姐啊，你别给我来这套。你既然让我查，你就把底交给我。那当然了，我该交给你的底，全都交给你。你该问的你就问吧，我有问必答。小林市长，你终于回来了啊！你要再不回来啊，就等着给朝阳同志开追悼会吧。您看你说。哎，朝阳啊，你发着烧还跑来干什么？长工同志，因为我们担了这么多的责任，我不敢来送送你，我这心里过意不去了。就别客气了，我不照顾你们，谁照顾你们？快坐，快坐。好。王省长，我可真是要好好谢谢您的。喝点水。您看啊，我这个新市长到国外去游山玩水，却让您这个老市长在家里头顶着挨批评，真是罪过，罪过呀！小林市长，你到国外是游山玩水去了吗？别开玩笑了。说说这次招商情况怎么样？哎，听说坑口电站的合资合同正式签下来，是不是？是啊，王省长，折合30亿人民币的美元，年底就可以到位了。嗯，看看啊，咱们这个雷顶的还是有价值的。你真是不虚此行啊，到底把合同签下来。是。哎，这个项目最早还是我牵的头，是老陈当时还不同意呢，不相信会成功。怎么样？到底成功了。你不要把我和周秀丽的关系想象的那么复杂，国靖，我们不过是常山一中的校友罢了。如果不是一起插队的话，现在可能都不认识。叶姐，这么说，王长工同志也是你们的同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我们的插友吧。长工同志好像是从省城的4中到江城的湖尾插队的，当时还叫湖尾公社呢。他是第一批的插队知青吧，比我和黄国秀早了3年，比周秀丽好像是早了5年吧。我跟黄国秀进村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县团委书记了。长安同志啊，我呢还是过去那个观点啊，要开放搞活。咱们长山呢是资源型重工业城市，招商引资的重点啊要放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。您说的对，长工同志，小林市长一到长山上任就跟我说，您和陈海杰同志给长山市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。我们是在上届领导班子的肩上起步的。是。小林市长会对我有这么好的评价吗？王省长，这也是实事求是嘛。您说呢？这次在旧金山呢，有很多长山侨胞都告诉我，都说长山市的崛起是在您的领导下，要我呢代他们向您问好。哎呀，不过也要一分为二啊。我这个老市长还是给你这个新市长留下了不少问题啊！王省长，这哪是您的责任呢？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嘛。叶姐，据说周秀丽很有眼光，在那个时候就看出王长工前途无量了。国靖啊，你怎么老是往长工身上扯呀？被举报的是周秀丽，可不是王长工啊！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得那么复杂。叶姐，我倒想简单，可简单得了吗？周秀丽和王长工什么关系啊？长山市的干部群众哪一个不知道啊？社会上的传言还少吗？社会上的传言不要听信啊！据我所知，周秀丽在插队的时候是和长工同志有过一段恋爱关系，后来一个回到省城，一个回到长山。那么周秀丽私下里好像跟我说过，长工同志太看重自己的政治形象，所以这些年来一直不敢正视他的感情。这就是说，周秀丽对王长工很有感情，对不对？大柱，我们不讨论感情问题，你给我就事论事。有些问题也并不是发展中的问题5.13这场大火一烧，在城管方面就暴露了不少问题，所以我这个前任市长是有责任的。王省长，
您千万可别这么说。您要这么说，我就别活了。这哪是您的责任呢？这都是我的责任。现在常山的市长是我官僚主义，我要向您、向省委省政府做深刻的检讨，随时准备接受处分，包括撤职。好，小林市长，你有这个态度很好，哎，不过事情不会像你和朝阳同志想的那么严重。你们毕竟到常山的时间不长，啊，还在熟悉阶段嘛。省委省政府也会实事求是，啊，到时候我也会说话。好，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。那谢谢常工省长。那好吧，咱们就事论事。别误会啊，我也没有想包庇周秀丽的意思，也不怕得罪哪个领导，只是想在这种人事关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，实事求是的把这个案子办好。王省长，请您和省委放心。刚才在来的路上，唐书记也跟我说了，哪怕是明天被撤职，我也要为党、为人民站好最后一班岗。好了，小林市长，不要再说了，能正确对待就行了，啊，是我的责任，我也不会退，啊，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走了。常工省长，有件事情还得向您汇报一下。说，今天市人大陈主任转来了一封关于周秀丽同志的匿名举报信，跟这场火灾有关系。信上说，周秀丽收了苏阿福的4万块钱，陈主任希望市委能够认真研究，立案审查。这个老陈怎么突然盯上周秀丽了？啊？叶检啊，我看很难办好。就算写匿名信的人找到了，就算匿名信里举报的受贿渎职线索属实，周秀丽也不会承认，因为苏阿福死了，死无对证的事谁还会承认呢？另外，我也怀疑过这个举报人。苏阿福送给周秀丽4万块，他怎么就知道了？是他送的？这可能吗？所以我估计，举报人就是城管委干部。国庆啊，先找到这个举报人吧，查清楚，也是对周秀丽负责任。朝阳同志啊，小林市长，你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啊！我可以向你们透露一下，周秀丽不是我，而是老陈建议提拔起来的干部。你们可以把当年市委常委会的记录拿出来看看啊。至于老陈的说法和社会上的传言，我希望你们不能轻信。所以该说的话，我还是要实事求是地说。啊，周秀丽同志这些年在常山的贡献还是很大的。没有周秀丽同志，你想想，你们常山的市容市貌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？那你也不可能进入全国文明卫生城市的行列嘛。当然，周秀丽有没有错误，我不敢打保票，啊，该怎么查你们怎么查，哪怕就是牵扯到我王长工，啊，也别客气。王省长，看您说的，我们这不是向您请示汇报吗？是啊，王省长，这件事儿我们一定慎重处理。啊，一定要慎重。啊，怎么能就凭一封匿名信就立案审查呢？哼，老陈是不是有些情绪化了？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不要情绪化。您可以让检察院的同志把周秀丽找来，先谈一谈。王省长，这恐怕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？你告诉我。啊，王省长，您想啊，让检察院出面那还得了，还不传得满城风雨的？我看由我出面问问周秀丽同志吧，毕竟是匿名信嘛，问清楚就行了。啊，哼，看来小林市长考虑的比我周到。就这样吧。
这件事情查清楚以后，别忘了向人大和老书记汇报一下。好的，叶姐，反正这种好事啊，全是我的。还有，查铁柱和周培成的情况怎么样啊？补查提纲上的19个问题，公安查的怎么样？有没有回复？回复下午刚到，武局长来了一趟。啊，周培成那半小时的情况搞清楚了吗？哦，周培成死硬，听武局长说一点进展都没有。我再重申一下，一定要保护干部。我和省委对你们有个保护的问题，你们对下面的干部也有个保护的问题。千万不要搞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现在就是看人品人格的时候了。王省长，您提醒的对，很及时啊。放心吧，王省长，我们一定认真对待您的指示。好，啊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张姐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发现你所说的这种情况。是的，钟楼区城管委没有收取苏阿福战斗费的记录，也没有任何人批准苏阿福盖这片门面房。汤文林的主要责任是施于监管。那么汤文林有没有交代过周秀丽打过招呼之类的事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如果真有这种事，他汤文林自己不会说吗？张姐，会不会是城管委内部有人诬陷周秀丽啊？唐书记，你可别糊涂啊！如果没有长工同志和省委的保护，将来处理的时候，你这个市委书记和我这个市长可能都得换人了。那也得适可而止，不能太过分。你看你啊，刚才长工同志主动提出来，让检察院的同志找周秀丽谈话，你把他拦过来干什么？你以为我是吃饱了撑的？这不是要保护干部吗？嗯，那你说说看，你打算怎么保护啊？简单，我例行公事。是啊，是啊。苏阿福送给周秀丽4万块，周秀丽向钟楼区城管委打了个招呼，钟楼区城管委收了占道费后，批准了盖那片门面房。张姐，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？也就是说，周秀丽确实收了苏阿福的4万块钱，但是这4万块钱和他所想盖的那片门面房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举报人呢，因为不了解内情，而自己产生了一种联想。嗨，好了，不要再瞎猜了。钟秋啊，哎，你先给我找到那个匿名举报人。好的，你放心吧。谈话的结果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搞得不好，就是诬告。你说一封匿名信有什么可查的吗？我们陈海杰同志恐怕是要失望了。话还没谈呢，怎么就知道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啊？啊？永霞，谈话的内容一定要保密，就算发生什么事情，也只向我先做汇报，好不好？放心吧，唐书记，这种时候我不会给您添乱的啊。我真搞不明白，陈主任这是怎么了？如果周秀丽和长山干部队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，他前任市委书记也要承担领导责任。嗯，谁知道啊？我看这位老同志是疯了。哎，方主任，哎，下班了啊！哎，方主任，您来了。方主任，听说您可成了一把手了，停车场厂长。哎，小吴啊，跟我管停车场去吧，周主任正让我选人呢，怎么样？别介呀，我还是在我的办公室闪闪发光吧。哎，方主任，民主选举时我可是投了您一票的。别跟我表功了啊，就1张票，
8个人都说他偷的，你让我信谁呀？你得信我啊！你一定得信我，我对你们2个主任可是一视同仁的。哎，小吴啊，茂才呢？刘主任去省城出差了，明天就回来。哦，哎，我这份停车场管理文件帮我打一下，周主任等着看呢。老方，你知道这得刘主任亲自签字才行啊。你看我支持不动你了是不是？来加个班，怎么样？要不您自己打吧？啊？你们俩这走。那您先忙着。方主任，别忘了把电脑给关了啊！我知道。哎，老方还没走呢。走。叶姐，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补查证据来看，扎铁柱可以定放火罪。扎铁柱有放火报复的主观故意，还有人证物证以及他自己的供词，而且一直到今天，扎铁柱都没有改变自己的供词。这么说，扎铁柱这个案子就没有任何疑点了？不能说没有任何疑点。周培成出现在火灾现场就是最大的疑点。我已经跟公安机关的同志说了，在周培成的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扎铁柱的放火案还不能定。对，那就请公安机关加大调查力度，尽快查清周培成的问题。好的。真是。哎，国秀啊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哎，怎么就不能是我啊，叶姐？哎，我说。你也该接见我一次了吧？啊！我回去再说吧，有什么话我回去再说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是黄国秀啊，你别叫好不好？啊，我回去就是了，有什么话当面说好吗？就这样，好。怎么了，叶姐？今天不能陪我们吃方便面了？吃什么吃啊？我得回去对付这个黄破产。哎呀，那就别回去了。不回去啊，我们这位黄破产就会打到办公室来了。走了，走好，叶姐。你们俩在干什么？叶子兴，你还真敢来见我呀？啊？黄书记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为什么不敢来见你啊？妈，你还说呢？我老爸打电话你不接，打传呼你也不回，你那办案重地他又进不去，气得老爸天天在我面前声讨你。小静，别插嘴。叶子兴，我告诉你，我守株待兔已经5天了。哎，老爸，用词不当，用词不当啊！我妈可不是兔子啊！哎，小静啊，你妈都不如只兔子了，回到窝里都不得安宁。你看你爸这杆猎枪，已经恶狠狠地等着我了。叶子京，你真有本事啊！真办成放火了？怎么听说扎铁柱、周培成都按放火罪立案了？要判死刑。叶子清，怎么听说省委领导有指示要从重从快公开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检察院真的准备按放火罪起诉？黄国秀，不该你问的事，你最好别问。不，今天我一定要问个明白。那你就问吧。我当然要问。怎么，
不该问吗？啊！扎铁柱、周培成都是我们破产矿下来的工人，他们生产自救的方舟公司是我和集团党委支持搞起来的，他们的死活我当然要问了。啊！你知道不知道？扎铁柱的老婆已经喝农药自杀了，现在还在抢救。我今天抽空去医院看了他，惨不忍睹。扎铁柱的老父亲半身不遂躺在床上，两个孩子的眼泪都哭干了，家里已经几天没有开火了。爸，别说。国秀，这些都不是阻止执法的理由。可是这是必要的背景分析啊！啊，把这些背景分析清楚了，对你们办案是有好处的，可以让你们保持清醒的头脑。大柱，叶子清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工人中传说很多，有些话说的也非常激烈，说有些市里领导有个别头头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，不惜歪曲事实，一心要定为放火，啊，都想推卸自己的领导责任。大柱，你敢保证扎铁柱和周培成不是放火吗？我不敢说不是放火，但是我知道王长工和一些人的心态。这些人呐，就不希望把事情闹大，希望息事宁人呐。老陈，你呀，你现在不是市委书记了，管那么多干啥？什么叫管那么多？我是人大主任，我负有监督的责任。监督啥呀？谁让你监督啊？你心地无私，小木就别出来了。哎，叶姐，根据我的判断，不可能是放火，起码周培成没放火。你别跟着捣乱了。丽丽已经查清楚了，周培成那天晚上追了丽丽她妈妈一晚上。你别烦了好不好？国秀，咱俩夫妻一场，你就算可怜可怜我，能不能让我在这个窝里喘口气呢？好，好，叶姐，你先吃饭，吃完咱们再谈。你去。嗯。不是面吧？方便面我不吃啊。不是。我老爸买了熟菜，我下了锅面条。怎么又是面呢？哎，我说你们爷儿俩能不能正经的做顿饭呢？叶姐，你搞清楚了，这个星期是谁值班啊？啊？就是嘛，你以为你办放火案办得有功，我们都要慰劳你啊？我哪有什么功啊？有人说我要与长山人民为敌呢。哎，这话说得对。老爸，你说呢？哎，小静啊，这是对你妈的攻击啊！好，叶姐，你先吃饭，吃完后咱们再摊开来好好谈谈。对，是得好好谈谈。叶姐，我也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你们俩想不想让我吃饭了？啊？你为小木的事去找过武成义？对。嗨，哎呀，我当时也不知道王长工会放咱小木一马嘛。放什么放啊！我倒愿意让小木在里边长点记性。是，让小木吃点苦头也好。不过，那武成义怎么回话的？武成义好像不知道王长工要放人的指示，说是要请示江正流。哎，武局啊，将军，我这要找你。陈小木这案子你知道吧？知道啊，前阵子钟楼区分局办的嘛。怎么，这田素贞也找你了？陈汉吉的老婆也找过你？是啊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陈主任的意思。国秀，我现在真是身心交瘁。王长工、陈汉杰各唱各的调，
唐朝阳和林永强什么想法我也不知道。看来这个案子肯定难办。国秀啊，扎铁柱不是那么好杀的，周秀丽也不是那么好查的。就凭这一封匿名举报信，你怎么查？再说，现在不少干部都有举报信，捕风捉影举报我的也有吗？是啊，子敬，那你就得好好的想想了。在这种电闪雷鸣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。不管王长公、陈汉杰有什么指示，有什么倾向，具体案子总要由你们检察院来办，最终承担法律责任的，也只能是你们检察院和你叶子京。